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10月1号，早上起来是继续数钱哦。不管是比特币或者是山寨币、狗狗币，我目前的倍数也已经开到36倍。当然多单，希望朋友们前面低点有买的话，尽量给我抱住哦。包括昨天晚上美国 PCE 物价指数现在公布的数值是继续往下掉，只有5.0。我的观点是不排除整个通胀继续往下掉头的情况下，对比特币整个大长线就是一个利好。包括昨天也是有看到消息，美联储主席也是有提醒，可能最多再加息一次，后续可能就不会再加了，有可能是不是未来也是不排除会开始降息啊。然后我今天也来跟大家聊一下，现在连马斯克也开始建议抛弃美元啊，所以比特币我个人的观点还是一样，这个位置有可能还是在震荡啊，只是昨天利好，它这个位置量能又是不出来。那我等下来跟大家聊一下历史上，比如说比特币产量减半的位置，会不会类似这个位置？有可能比特币还是在震荡，或者今天再来跟大家聊一下，有几个粉丝朋友也是在问，等到产量减半的时候，比特币一般会涨到多少？前面不是有跟大家讲过吗？它产量减半跟实际见底的时间都会相差1年左右。比如说19年初它见底，等到减半的时候，价格已经涨了2倍啊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。这个位置是在3000，然后这个位置是在1万附近啊，它是涨了接近2倍啊。另外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16年7月份比特币产量减半，然后15年初这个位置比特币见底，实际的价格见底是在$200至150，但是等到产量减半的时候，这个位置已经涨到500至600，所以等一下再来跟大家聊一下。它产量减半的这个位置，目前的价格有可能真的很像这个位置啊。等下来跟大家探讨。复盘之前，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，或者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，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，就这2天一直在跟大家讲，29K 是开始要多空交战。如果真的要突破，这一根是无功而返，因为日线现在是有背离，你如果还是这种量呢，我是觉得量能是有一点欠缺哦，所以有高点的时候建议不要去追，或者是最近其实很多币种都是非常的活跃，比如说狗狗币啊，包括前面也是有跟大家讲到的这一档 Link， 当时是在7块钱有买的话，到现在利润应该也有接近10%吧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比特币，想跟大家聊一个重点啊，它如果要突破，再来聊一下这一个头肩底啊，头肩底突破。不是有跟大家讲过，右肩的时间我个人是觉得不够啊。如果这个位置昨天是140天，那现在突破以后，这个位置是40天啊。突破以后有没有可能在这个位置继续横，或是有可能会有高点，也不排除会再压回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当时疫情底部比特币起来以后，有几个位置的整个形态啊。我们可以先观察一下，当时疫情是怎么脱离的。是不是在这一根脱离？这一根脱离这个 N 型的一个转折位，是不是带非常大的一个量？那后面再上去这一个量没有跟上啊，就这一根啊，我们可以明显观察一下，量能是有一点缩，甚至跌的时候有出了一点量能，但是它不会继续往下升跌啊，因为这个位置主力早就已经计划好，筹码都被吸走，后面是这个位置在区间震荡，所以我个人观点也不排除比特币目前的位置。是不是像这个位置会时间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整个箱体震荡？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是不是在缩量，然后缩量的情况下，它有一些空方的量能，有可能主力也是在骗线啊，是不是在洗盘？然后它在突破这种箱体位置的时候，我们再观察一下这个大量是不是一根 K 线？所以很重要的 K 线是这一根。还有这一个是很重要的主力票带，其他的 K 线全部都是看成一个箱体震荡。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它后面这一根 K 线突破以后，这个位置上去，这个继续攻，这个继续攻，量能是什么情况？有这种大级别量能吗？没有啊，量能是在退潮的，有可能就是在箱体震荡，甚至会在挖坑，挖坑也是继续缩量，继续震荡。后面脱离这一个底部区间的时候，这一根 K 线。是不是量能非常的大，直接就干过了这个位置是100多天的一个平台啊。我们画标准一点吧，大约是在这个高位，就是整个100多天的整个大箱体的平台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形态是怎样啊，再来观察一下整个大头肩底的形态。
其实这整边全部都是右键，这是左键，这边是右键。我们再画一下它的时间，时间是如果从这个位置开始算到这个位置头的一个低点，这边是160多天，然后右键呢，右键从这个位置开始也是接近160多天，横盘以后突破。所以现在的一个位置，我们可以细心的观察一下。左肩如果是真的140根，右肩有没有可能现在这个位置，我们可以画一下时间啊，时间从这一根开始算到这一根也可以啊。如果是算50天，现在是突破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这个突破是有效的一个突破颈线啊，而且下方的量呢是非常的大。一般如果要突破这种矩形的时候，就是必须要放这么大的一个量级，一根两个直接过了这高点，甚至这一根再过的时候也必须要有这种大的量级。然后就这2天看到这种量级够吗？我个人是觉得还是不够，有可能还是在箱体震荡。你如果看到它有过那个29000或者是3万，我个人的观点是不要去追，因为上面的压力是很重啊，就是这个位置已经讲了有一段时间，这个位置很重，如果再上去这个位置压力也是非常的重，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知识，就是尽量看最近的量价，有可能目前还是在震荡。然后你如果要操盘，我前面也是有跟大家讲过一些观点，比如说我们看它的均线组，现在是5均跟10均谈不上一个支撑，20均也已经来到这个位置，20天的成本已经来到这个低位，可能还有1周时间，20天的成本也是要来到这个位置，也不排除下一步这个20的均线也要走成一个走平的结构，特别是这个过高的时候，价格过高的时候，指标是在背离，那我们可不可以利用低点的位置找一些买点？前面是有跟大家讲过，可以去观察这一个 KDJ 的这一只，只要它价格没有破20MA。或者是有破20MA 也可以啊，一般有这种大跌的低点或者这种大跌的低点，你找这种接近0附近或者接近0附近，这一次是没有到0附近啊，只有到20附近，它这个位置就开始拐弯，所以这个低点其实也不算是一个下跌比较深的一个低位，就是横盘的一个低位，你尽量以区间震荡为主来对待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些山寨的币种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狗狗币啊。就前面是在这个位置有跟大家讲，我估计山寨币或者是山寨季可能是要来了，包括这2天也是有看到马斯克在跟一些大 V 互动啊，有人也是讲到美元正在失去其储备货币的状况，然后马斯克是回复，其实很多国家都是在抛弃美元，可能也是建议很多使用美元的人应该是要抛弃这个美元，因为什么？美国政策太重了。那这个政策太重是什么政策？就是美国的利率啊，利率已经加到5%啊，那有没有可能加到5.25%？我的观点是不重要，既然连世界首富都是在讲，应该要抛弃美元啊，因为很多使用美元的国家，它都是在吸收美国的通胀，所以之前也是有跟大家讲过，美国国债持有最大的几个国家，无非就是日本或者是中国。那我们可以再观察一下，中国是在这1年多是不断的在抛弃美债，我记得是很清楚。20年的时候，当时中国持有的美债是超过1万亿美金啊。然后截止到2022年12月底，中国持有的美债现在是已经只有8000多亿美金。就这3个月，我不知道有没有继续抛，可能是不是抛到只有8000亿都有可能啊。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，也就是这个10年期国债收益率或者是2年期国债收益率。前面也是有跟大家讲，这1年多这一些国债收益率到底是怎么上的？它就是美国国债的现货一直在跌，才会导致这个收益率是会涨。其实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长久以来跟大家讲了，这一个国债收益率它跟现货的价格是成倒挂的，而且它是反映利率最大的一个大宗商品啊。包括之前也是有跟大家讲过，如果利率是从0%或者是加到1%、2%、3%、5%，那我是有跟大家讲。旧的那一些国债，比如说10年期的，它原先发行的利率可能是在1%，那你利率加到1%，你还是旧国债以1%的利率来买卖的话，肯定没有人要的，因为新国债发行的话，有可能都必须要维持2%的利率。那原先1%的利率，你100块发行的话，你是不是要往下跌？往下跌的话，这一个收益率才会上啊。如果利率加个1%，你100块的整个国债有可能就必须要跌到90块。或者是如果利率加到5%，
有可能100块的一个国债就必须要跌到50块，才有可能在整个市场里面会有吸引力啊。所以之前也是有跟大家讲过，这个收益率走成这样子，那个硅谷银行它不去做对冲啊，真的是傻到极点了。我也是有跟大家讲，有可能就是黑手有在后面操纵，他希望某一些银行倒闭，然后对整个美联储造成一个压力，是不是未来要开始降息啊？反正这个观点已经不重要，只要我们在这个低位有买到的一些多单，我的观点是尽量给我抱住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